时事热点、新闻观察，在这里每天一个犀利观点，带您感受大国看世界。在开始之前，麻烦您点击订阅按钮和小铃铛。最近，以美国、英国、德国等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所谓人权问题上疯狂攻击中国。然而，就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疯狂攻击中国的时候，有3件事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真的是让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贻笑大方。第一件，美国新冠死亡病例51万，英国新冠死亡病例12.2万，德国累计死亡病例7万。3国在大半年时间里因新冠而死亡的病例超过70万。3国人口一共4.8亿，人口因新冠的死亡率不到1年是1/1000.46，相信满1年的情况下肯定超过1/1.5。那么中国呢？一共死亡了4600多例，人口因新冠死亡率是100万分之3.3，3国的新冠死亡率是中国的400-500倍。第二件，美国德州因突然暴冷而出现断水、断电、断网、断暖，最终导致数十人因冻而死，数百万人挨冻1周多时间无法解决，民众苦不堪言。白宫在灾难发生1周后才展开救援，当地市长强硬表态称政府不欠民众，供电和供水等公司不欠民众。第三件，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表彰大会披露的消息显示，中国用了8年间，实现了中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按当下标准，全国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在这8年时间里，累计30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和数百万名基层工作者奋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最终有1800多位同志牺牲在了脱贫攻坚的第一线。我们看看这上述3件事，请问哪国人权状况更好？哪国的人权是在不断堕落之中？哪国的人权状况又是在不断快速改善？当看到了8年间里，累计30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和数百万名基层工作者奋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最终我们国家实现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全国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时候，真的是感到无比震撼。而当看到在这8年时间里，有1800多位同志牺牲在了脱贫攻坚的第一线上时，止不住泪崩了。在笔者看来，放眼全球，放眼整个人类历史，这都绝对是一场人类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绝对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史诗。在人类的历史上，什么时候发生过一个政党能领导数百万人持续8年干一件为老百姓脱贫的事情？而在这场攻坚战中，竟然有1800多人牺牲，这种事除了能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发生，前无古人，恐怕也不会有后来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却想通过造谣抹黑的方式来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请问这怎么可能？在笔者看来，外部力量要想颠覆他国，必须具备2个条件：一是该国内部深层矛盾重重，当内部矛盾的种子与外部给的适合其爆发的外部环境条件产生化学反应时，那么这个国家就出现天崩地裂的颠覆性变化，就可能出现社会暴乱、政权更迭等现象。二是外部力量比内部力量强大很多。所谓外部力量比内部力量强大很多，放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较量时，就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否则一个国家想颠覆另一个与自己实力差不多的国家，除非另一个国家的内部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否则根本不可能。就像当初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双方斗法近半个世纪，直到苏联内部矛盾巨大且在深陷战争泥潭后被差不多耗干的情况下，才最终在美国的颠覆下出现崩溃。那么现在中美对比是否具备这2个条件呢？对美国来说非常不幸，一是美国内部的矛盾比中国内部的矛盾要大很多，中国在不断改革开放中变得更强，美国则相反，所以美国想颠覆中国不但无法达成愿望，最终只能让自己损耗更大。二是中美综合国力已经非常接近，中国的名义 GDP 虽然截止到2020年还只有美国的70%多点，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 GDP 早在2014年10月就超过了美国，所以中美综合国力的差别已经非常小了。在上述2个条件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美国却试图通过造谣抹黑来颠覆中国，这不是痴人说梦又是什么？其实，在美国学界已经开始有人认识到颠覆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8年时间脱贫1亿人口，
全国14亿人都实现了小康生活，而实现这一切，最后8年是靠几百万共产党员不断冲锋在脱贫攻坚战一线，最终才做到的。美国能做到这一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毫无疑问，中国的人权状况要比美国更好，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要比美国更快。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非要在国际社会攻击中国人权，这真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笔者看来，美国所做的这一切，最终只能带来2个后果。14亿中国人对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国家的鄙视与不屑，其实原因很简单，谁愿意看到自己的祖国天天被抹黑、谩骂、攻击？面对西方的造谣、抹黑和攻击，后果当然是西方国家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彻底失去公信力。美国是想颠覆中国，所以才拼尽全力攻击抹黑中国，然而其后果却不是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反而是被中国人民所唾弃。其实原因很简单，所有中国人都是中国发展进步的亲历者、见证者，美国的那些谎言又怎么可能蒙骗中国的老百姓呢？在笔者看来，美国的谎言没有能蒙蔽中国的老百姓，对自己的后果却是严重的，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民众对中国都缺乏客观真实的认识。这种缺乏客观认识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人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很了解，而反过来西方民众对中国普遍一无所知。这种差异在未来对西方国家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在笔者看来，用不了太久，10年后，西方民众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严重后果就将爆发，而中国对西方的透彻认识所带来的优势，会在未来几十年把西方国家吃得死死的。特朗普为什么让自己的孙子辈都学中文和中国文化？因为他虽然反华，但也知道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他的孙子辈学中文，就是在瞄准未来。美国会在未来变成孤家寡人，可能有人会觉得，美国盟友那么多，怎么会变成孤家寡人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列强一贯是攒鸡毛凑胆子，从欺负他国中获利的。但美国领着一些国家造谣抹黑攻击中国的行为，不但不可能获利，反而会让相关国家遭受越来越大的损失。为啥会让相关国家遭受越来越大的损失呢？因为中国的经济能力越来越强，中国经济的独一无二性会越来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几个跟着美国攻击抹黑中国的国家，未来会因为得罪中国而遭受损失，这些损失是美国所无法弥补的。相反，那些对华友好的国家会获利越来越大。这么一来，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效果，跟着美国攻击中国是负激励，与中国友好合作则是正激励。当这种差异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些跟随美国攻击中国的国家会逐渐离美国而去，所以最终必然是美国变成孤家寡人。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个道理了。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减贫7亿多人，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长期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全球抗疫做得最好，为全球经济、全球安全做的贡献最大，对全球的实体经济影响力最大。请问，美国想颠覆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不是白日梦又是什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又有几个国家会相信美国政府的那些鬼话？而美国想颠覆这样的国家的后果是严重的，因为对自己的消耗太大，这些消耗本来是可以让美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8年时间，832个贫困县实现脱贫，1亿贫困户有了小康生活，为此数百万党员奔赴一线，并最终有1800多个同志牺牲在脱贫这场伟大战役上。中国有这样的政治基础，请问美国想颠覆中国，那不是匹夫汉术是什么？10年后，当中国 GDP 超过美国，当全球彻底进入地球村状态，当美国人发现原来中国比美国做得更好之后，美国人民对美国政客们的反噬就开始了。到那时将会让美国政客们痛彻心扉，痛苦难眠。等着吧，那一天很快即将到来。